们见过在网上跟人抬杠，把自个儿的后路给堵死的吗？就在2025年9月22号，咱们中国海军福建舰的官方账号甩出一个视频，咱们的歼35隐身战斗机，还有飞鲨改进版歼15T，再加上空警600预警机，一架接一架的从福建舰的甲板上嗖的一下就飞出去了，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啊，连个磕绊都不打。那个画面怎么说呢？就像是你吃德芙巧克力纵享丝滑。这个不是普通的起飞啊，这是电磁弹射，全球头一回公开的电磁弹射加5代隐身机的实战化训练。这下全世界的军事论坛都炸锅了呀，咱们国内的军迷更是跟过年一样奔走相告，热泪盈眶啊！但是吧，就在这一片欢腾的海洋里，一股神秘的考古风潮悄然兴起。无数网友就像拿着洛阳铲的考古队员，挖出了9年前的一个陈年老铁和一个芬芳四溢的毒誓。那这个毒誓是这么说的啊：中国航母要是用电磁弹射，服役之日直播吃翔250克。哎呦我的妈呀，250克还是干稀混合的。发这个誓的啊，是当年微博上一个挺活跃的大 V， 自称是船舶从业者，网名叫传人老姚。现在呢，问题来了，2025年福建舰的电磁弹射不仅成了，还玩得这么溜。咱们这位传人老姚是准备开直播兑现他有味道的诺言吗？还是准备把这个头埋进沙子里，当一只快乐的鸵鸟？2016年，咱们的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还在船坞里静悄悄地躺着，连舰岛都还没装利索。那个时候的军迷圈啊，每天最热的话题就是咱们的下一艘航母会用啥弹射器。当时主流的观点都觉得是蒸汽弹射，为啥呢？因为这是最稳妥的路子。你看美国玩了几十年的蒸汽弹射，技术成熟，经验丰富，我们跟在后面学，风险最小也最合理，对吧？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叫宋忠平的军事评论员在微博上发了2张照片，一张呢是咱们海军工程大学的马伟明院士在给几位海军首长讲解一个设备模型，另外一张呢更经典了，是当时的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亲自给马院长打着伞。朋友们，这个画面信息量可太大了，海军司令给一个技术专家打伞，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位专家的研究是海军的心头肉啊，是顶顶重要的宝贝。宋忠平老师就根据这个大胆判断，中国国产航母已放弃蒸汽弹射，选择电磁弹射。这一说可是捅了马蜂窝了。当时网上很多人不信啊，觉得太科幻了，步子迈得太大了，容易扯着胯。而咱们今天的这位主角传人老姚，就是反对声音里最响亮、姿态最狂妄的那一个。他直接在宋忠平的评论区开骂，说人家不懂装懂，是个军事傻鸟。光骂人还不过瘾啊，为了证明自己专业，他噌的一下就立下那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毒誓。服役时是电弹我吃250克翔，是蒸汽弹你吃。这赌注下的啊，真的是又狠又有味儿。宋忠平老师是啥反应呢？人家就回了2个字谢谢，然后就没再理他了。这叫什么呀？这就叫高手过招，点到为止。你跟我都不在一个频道，我跟你多说一个字都算我输。可是老姚不干呀，他觉得这是瞧上他，上头了，追着骂呀，连续发了好几条微博，甚至还约架，说要到江南长兴造船厂中门对局。那架势仿佛他不是个船舶从业者，而是江南造船厂的总工程师，啥图纸都看过一样。现在咱们再回过头来看，老姚当年的狂妄是哪来的底气呢？其实吧，那不是什么专业判断啊，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在他的世界观里啊，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就应该是跟在美国屁股后面的小学生。美国人没走通的路，你怎么可能走得通？美国人玩了几十年的蒸汽弹射，还没完全扔掉，你怎么可能一步登天，直接玩更高级的电磁弹射？
这种心理啊，其实说白了就是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对自家的科研团队啊缺乏最基本的信任。他只看到了欧美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却没看到在那个闷热的夏天，海军司令员为马伟明院士撑起的那把伞的背后，蕴含着我们国家对自主创新多大的决心和期望。他更不知道，马伟明院士的团队早就喊出了那句豪言：是我们团队在世界上第一个领先项目，领先就领先美国，美国也是这条路线走的。老姚他看不到啊，他也不愿意相信，于是呢，他用一个自以为是的毒誓，给自己挖了一个9年后都填不上的巨坑。2025年的9月22号这一天，成为了老姚打脸纪念日。海军发布的那个视频，每一帧都像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当年所有唱衰者的脸上。咱们来慢放一下这个打脸的过程啊，3种完全不同重量、不同气动外形的飞机全部一次成功，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咱们的电磁弹射系统啊，已经不是实验室里的样品了，而是技术成熟、稳定可靠，可以拉出去打仗的大国重器。那说到这儿，就得聊聊咱们的电磁弹射到底牛在哪儿？很多人都知道，美国福特号航母也在用电磁弹射，那咱们这个跟它有啥不一样呢？区别大了去了啊！简单打个比方，美国的福特级用的是交流电磁弹射，这玩意儿呢就像是个脾气暴躁的大力士，力气呢是很大，但是控制不好，时灵时不灵的。高兴的时候呢能把飞机给扔出去，不高兴的时候就撂挑子了。根据美国国会2023年的报告，福特号的电磁弹射器平均无故障间隔只有400次，离设计目标的4166次差了10万8千里，而且它弹射重型飞机的时候还老出问题。而咱们的福建舰呢，用的是马伟明院士团队搞的直流电磁弹射，这玩意儿就像是个内力深厚的武林高手，劲儿使的那叫一个收放自如啊！它有一个超级充电宝储能装置，能把航母发的电先储存起来，弹射的时候再精确的释放出去。不管你是轻飘飘的无人机，还是沉甸甸的重型战斗机，它都能给你不多不少刚刚好的力量，安全平稳的送你走。这次海军发言人怎么说的？系统可靠性达标预期。翻译过来就是啊，稳得很，放心用。更关键的是，这次亮相的歼35加空警600组合才是真正的王炸呀！你想想，以前咱们的航母编队最大的短板是啥？就是看得不够远，还容易被对方先发现。现在有了空警600，它就是咱们航母编队的千里眼啊！几百公里外的苍蝇蚊子都给你瞅得一清二楚，再配上歼35这个隐身刺客，雷达反射面积据说只有0.01平方米，啥概念呢？就是在对方的雷达上看可能还没有一只鸟大。这一套组合拳打出来就形成了隐身突防加远程预警的完美作战链。我们能先发现你，你却发现不了我；我能隐身飞机，悄悄的摸到你家门口，等你反应过来，对不起游戏已经结束了。这就是降维打击啊！这标志着咱们的航母战斗力一脚就迈进了全球的顶级俱乐部。老姚当年为什么敢下这么大的赌注就是因为他觉得电磁弹射和5代舰载机这2种东西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每一样呢都是天顶星科技，遥不可及这2样加在一起那简直就是科幻小说。它的逻辑很简单你们看，美国人搞电磁弹射折腾了快30年，到现在还是一身毛病，我们凭什么能在10几年里就搞定，还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可是事实就是这么魔幻马伟明团队从2010年左右正式启动研发，到2025年实现实战化部署，只用了短短的15年，比美国人缩短了将近1半的时间。当福建舰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中国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的时候，老姚当年那些所谓的专业分析现在来看更像是一个笑话一种对自己认知边界的盲目自信。这按理说愿赌服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老人家是不是该准备一下直播设备，研究一下那250克的配方啦？ Hello， 我来啦！然而老姚的操作可以说是完美演绎了什么叫从嘴硬到跑路。他的逃避分了3步走。第一步呢，装死拉黑。2022年的6月17号，福建舰下水，官方第一次确认
配备电磁弹射系统。消息一出，观光团就涌进了老姚的微博。他的应对方式简单粗暴啊，批量拉黑提问的网友，然后把当年那几条吹牛的微博删得干干净净，以为这样就能毁尸灭迹。第二步呢，撒泼狡辩，但是他低估了这个互联网的记忆力啊，网友们手里面可攥着截图呢，删帖没用，拉黑也拉不完。眼看着装死装不下去，这个老姚又心生一计，发了个置顶帖，开始狡辩。他的理由是啥呢？当年宋仲平没有接我的茬，所以这个赌局不算数。哎呦喂，我真的是开了眼了，这就好比你跟人打牌，看自己要输了，一掀桌子说你刚才没说要开始，这把不算，这不就是耍无赖吗？他反过来嘲讽那些追着他要说法的网友，说人家初中语文不及格。还有第三步呢，甩锅跑路。到了2025年9月，福建舰电弹训练的实锤视频一出来，老姚的心理防线彻底就崩塌了。他知道啊，再怎么狡辩也没用了，于是呢，他的逃避手段也升级了，先把自己的微博评论设置成仅关注7天以上的粉丝可留言，把绝大多数想来观光的网友呢挡在门外。然后呢，有网友爆料啊，他一口气拉黑了微博上好几百个军事领域的博主，来了个预防性跑路。更离谱的还在后头啊，有网友不死心，通过这个私信去问他，结果呢，他竟然在私信里抱怨，这是领导拍脑袋选的电弹，为了面子工程，迟早要出大问题。看到了吗？这就是典型的输不起的心理哦。当事实无法辩驳时，他最后的救命稻草就是质疑这个事实的本身。他不能承认自己当年的判断是坨屎，所以只能强行说这个成功是偶然的，是这个领导为了面子搞的，以后肯定要完蛋。从一开始的嚣张辱骂，到后来的删帖拉黑，再到狡辩赌局无效，最后发展到质疑国家决策，这一套先嘴硬再耍赖，最后甩锅的丝滑小连招，把一个人的格局和担当暴露的彻彻底底啊！他当年立下毒誓，想借着唱衰中国来给自己树立一个敢说真话的专业人设，博取眼球。可是当他的人设被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轰得稀碎时，他却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更没有胆量兑现自己的承诺。说到底啊，在全网面前直播称的250克翔固然丢人啊，但是对他来说更让他难堪的，恐怕是亲口承认对不起，9年前是我看错了中国。其实吧，咱们今天花这么长时间聊这个传人老姚，不是真的在乎他到底吃不吃啊，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老姚现象的背后反映出来一种心态。大家想想，这些年我们国家每取得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是不是总会伴随着一些奇谈怪论？当年我们搞高铁，有人说中国人啊，连个小小的滚珠轴承都造不好，还想造高铁，别做梦了。结果呢，现在复兴号满世界跑，成了中国的一张名片。当年我们歼20首飞，有人说那是个模型，是个空壳子，隐身涂层肯定不过关，雷达一照一个准。结果呢，现在的歼20已经成了全球列装数量第2的隐身战机，守护着我们的蓝天。就连福建舰2022年下水的时候，还有外国专家预测中国的电磁弹射没有5年时间根本形不成战斗力。结果呢，我们只用了3年就完成了实战化训练。这些唱衰的声音和传人老姚的逻辑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习惯了中国在科技领域跟跑模仿的角色，思维上形成了一种惯性质疑。在他们看来，欧美做不到或者做不好的事情，中国就一定也做不到。当中国突然从跟跑变成了并跑，并且在某些领域开始领跑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更新自己的认知，而是去质疑这个事实，甚至去恐惧这个事实。这种心态往小了说呢是缺乏自信，往大了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跪久了站不起来。而福建舰的电磁弹射以及它所代表的中国科技的飞跃正在用最有力的方式帮助我们所有人打碎这种惯性质疑，重新建立起真正的大国自信。就连经常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的美国媒体，这次都不得不服气啊！有美国军事网站用整版的篇幅分析说，中国电磁弹射系统的稳定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歼35的部署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隐身舰载机加电磁弹射实战化组合的国家，这是美国海军都尚未完成的目标。看到了吗？就连你的对
对手都开始正视你的进步，承认你的强大了。而像老姚这样的人，却还活在自己的幻想里，宁愿相信领导拍脑袋，也不愿意相信中国人的智慧和汗水。未来随着我们向星辰大海更深处迈进，肯定还会有新的老姚跳出来指手画脚，发出各种各样的质疑。但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知道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从来都不是靠别人打嘴炮、发毒誓来证明的，而是靠一艘艘下水的战舰、一架架起飞的战鹰、一座座建成的空间站，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出来的。至于老姚嘛，我们只能说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说，而那250克的赌注啊，就请他自己慢慢消化吧。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